有人说我疯了，花了上百万改造一台防弹车，用8个月的时间跑去穿越炮火中的中东。有人觉得我们这是作死，但我觉得这就是我们的人生。不过去的时候有多潇洒，回来的时候就有多狼狈，甚至回国的时候草草了事，连视频都没来得及发，造成很多的朋友都不知道我们早已回国。2个中国人，1辆中国汽车，2年穿越非洲大陆，8个月穿越中东战火，行程10万公里。国产车没把我们扔在半路，中国人的身份一次次让我们绝处逢生。这不是旅行，是一场用车轮丈量世界的信仰。如果说穿越非洲算是我们夫妻拍摄纪录片的第1季的话，那么穿越中东之行就是我们的第2季。去之前我再三思量，决定不惜代价也要改装一辆 B6级的防弹车来保障安全。全车总重量达到了4吨，油耗也来到了可怕的24分。然而这台怪兽带着我们披荆斩棘的同时，也惹来了不少的麻烦。2024年11月，我们进入了此行的第1站塔吉克斯坦，但没想到刚出国门就给我来了一个下马威。冬季的帕米尔高原被称为南北极之外的第3极，海拔超过5000米，每天几乎都行驶在无人区中，地面被冰雪覆盖，两旁的事故车数不胜数。然而我们的车由于过重，根本刹不住。盘山路又没有护栏，再加上冰雪与泥巴，随时可能会葬身看不见底的悬崖。那几天心脏就没离开过嗓子眼。相比路况，人为的风险就更加大了。2025年1月，此时我们正前往阿富汗的边境，2个中国人，1名阿富汗的翻译，再加上1个当地的带路人，我们打算去探索一下刚被巴基斯坦轰炸过的村落。没想到由于带路人过度紧张，犯下了一个致命错误，我们迷路了。在满是石头的河道中，我们艰难前行了几个小时，然而最终在一个即将进入巴基斯坦的边境卡点被拦截了下来。在塔利班的眼中，一个阿富汗的翻译带着2名老外，副驾驶还坐着一个自称迷路的可疑男人，开着一辆武装防弹车，半夜10点要闯关卡进入正在交战的巴基斯坦，这个行为疑点太多了。更何况这里是根本不讲法律的阿富汗。那一晚完美的诠释了什么叫做劫后余生。此类事件发生了不止1次，在叙利亚、伊拉克、伊朗都有发生，每一次都需要诸多的解释了，稍错一点可能就不只是牢狱之灾了。不过这台机甲怪兽给我们也带来了无比的安全感和自信。在阿富汗寻找本拉登的家，在塔利班的保护之下，我们钻进了一个不可能被找到的山中。在洞穴中，我们得知了一段传奇的故事。在叙利亚探索战后遗存，发现那里的人都过着水深火热的生活，即使建筑物全部摧毁，也抵挡不住叙利亚人想要生存的决心。我们对他们进行了帮助，可能就是这份帮助保佑着我们一路平安前行。6月，我们2个人决定穿越正在交战中的伊朗回国，但这已经不是旅行了，简直是逃命。从进到出一共72个小时，基本没怎么睡，四处严查，伊朗人势必要找出出卖自己的奸细，几十次的盘查和拷问，被空袭的危险无处不在。好在我们有惊无险地离开了伊朗，这都是因为这辆防弹车给我们带来的底气。我们为什么要冒着如此大的风险拍摄此类题材的视频呢？是利益驱使还是兴趣所致？其实在我成为旅行博主之前，我们就已经去过70多个国家旅行了，亚洲、欧洲、澳洲、非洲、北美洲、南美洲，能去的地方基本都去了。然而人就是这样，当平淡的生活过腻了，总想给自己的生活添点色彩。2020年，这一年的疫情改变了我们原有的生活，我们放弃了公司，放弃了安稳的生活，拿起了相机，走进了深山老林，用镜头开始记录我们旅途的故事。开始还顾虑老婆能否支持我这一行为，但从那一年开始，我断定我身边的这个女人是能跟着我享福，也能跟着我吃苦的。2022年1月，我第一次把只有84斤的纳兰带进了我的镜头。俄罗斯零下30多度的气温摧残着我们的身体，那时候我清楚地知道，使用常规的方式是无法出圈的。以我的年龄，在这个时代去对抗比我小10几岁的同行，几乎全无胜算。
当时只有纳兰愿意相信我，鼓励我。2022年的阿富汗是一个极度危险的地方，美军刚刚撤退，塔利班立足未稳，整个社会都处于非常动荡的阶段，而我们一住就是2个多月。在这里，我看到的不只有阿富汗人的淳朴与困难，同时也看到了我身边这个女人的善良与坚强。当我走入可能布满了地雷的基地的时候，她也只同意离我5步距离。孟加拉炎热的天气，巴布亚恶劣的环境，她始终相信我，跟随我，甚至决定跟我一起去穿越我都无法确定安全的非洲。陌生、困难、无法想象的生存环境，时时刻刻存在着的危险。一个花季的女孩天天跟着我风吹日晒，不规律的饮食，恶劣的环境和一个个摧残心灵的困难，我们一走就是2年。有人说她胖了，她老了，她黑了，但在我眼中，这是她成长的徽章。她永远是那个可爱善良的天使。当非洲结束的时候，站在我身边的早已不是那个弱不禁风的女孩了，在她身上，我似乎看到了女战士的影子。巴布亚新几内亚，一个听着既陌生又令人害怕的名字。纳兰想都没想就决定跟我一起去寻找食人族，在村里被几十人拦截，在丛林里面对数十把砍刀，他并没有被吓哭。当地的土著人更是原始到无法想象，天堂鸟、袋獾、鳄鱼都是他们的盘中餐，而我们也随时有可能再也无法回家。自驾穿越是最困难的一种旅行方式，不但要对抗各种崎岖的道路，路上突如其来的检查，各地布防的卡点，还不可避免的要进入边境，所以每次过海关是让我们最头疼的一件事。吃拿卡要算是基本操作了，当天走不了也算是常态，还经常伴随着一些国家手续一办就是好几天，还会收取天价过路费，弄不好还给你抓进牢房。所以每次开车跨国都像是经历了一场磨难一般，我们俨然从琐碎拌嘴的夫妻变成了生死相依的战友。不知道是什么样的动力在背后支撑着我们能走到今天，是对这份事业的执着，是对孩子未来的承诺，还是对自己短暂生命的不甘，又或是千千万万粉丝的鼓励。反正我们终于做到了。不知多少次困难的坚持，不知多少次化险为夷，又不知道多少次的劫后余生。朋友们都在劝我们不要再冒险，不至于。然而我知道我们早已无法平静的生活，这是一条不归路，但却很符合我们的性格。我们向往神秘的文化，向往有故事的人生，向往自由的生活。然而没人能够替我自由。如果让我在平淡中死去，我宁愿死在探索的路上。